美国福布斯网站声称呢，美国陆军未来的所有的远程火力都被设计成中国很难追踪的移动装置，要在跳岛作战中随机调整，可能被部署到台湾，或者是琉球，或者是菲律宾，或者是越南，或者同时部署到这4个地方。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陆军为了对付中国加强在西太平洋的远程打击能力。美国陆军部长克里斯汀·沃尔莫斯几周前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陆军协会的年会上表示，2023年将是远程精确火力年，美国陆军将会部署远程精确制导弹药在亚太地区对付中国。我认为这个消息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我们注意到以往美军在讨论对华作战的时候只涉及海军和空军，基本上不考虑美国陆军的参与。而这一次这个沃尔莫斯明确表示，美国陆军作为美国海军和空军的补充，也将使用这些远程武器参与对华作战。一些远程导弹有可能部署在西太平洋的岛屿上，以对付中国海军的水面舰艇部队和沿海设施。2023年美国陆军研制的几款远程导弹将会服役，射程将突破中导条约的限制。目前美国陆军装备的远程攻击导弹种类并不多，主要是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服役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这是一款短程的弹道导弹，它的不同型号的射程从100多公里到490公里不等。之所以不超过500公里，是因为当年签订的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要求销毁射程从500公里到5500公里的导弹。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在2019年的8月2号正式宣布退出中导条约，此后美国开发这一类的导弹就不再受到限制了。美国陆军的这位女部长提到的将部署在中国周边的新型导弹主要有3款。第一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开发的精确打击导弹，这是一种陆基移动发射的弹道导弹，基础版本的射程接近500公里，远程型号的射程肯定会更远。二是由雷神公司研制的战斧巡航导弹的陆基发射版，射程在1500公里以上。以前战斧导弹主要是美国海军的军舰和核潜艇在海上发射，现在美国陆军也开始试验 MK41 垂直发射装置，未来陆基战斧将成为美国陆军的标准装备。还有雷神公司的标准6导弹，既可以攻击空中目标，也可以攻击水面和地面的目标，未来也将从美国陆军的卡车版的 MK41 垂直发射装置上发射。第3种导弹是美国陆军正在开发的高超音速滑翔导弹，射程在2500公里以上，预计还要2到3年就能服役。另外，美国陆军还在开发一种超远程的火炮系统，射程据说有几百公里远，但是什么时候服役的目前并不清楚。美国福布斯网站声称美国陆军未来的所有的远程火力都被设计成中国很难追踪的移动装置，要在跳岛作战中随机调整，可能被部署到台湾，或者是琉球，或者是菲律宾，或者是越南，或者同时部署到这4个地方。美国陆军最高领导人这一次表态证明，美军准备在亚太地区进行新的冒险。如果美国在第1岛链部署这些导弹，中国海军的水面舰队和我军沿海的这些军事设施都将面临重大的威胁。美军公然设想部署远程作战力量对中国实施攻击，中国会坐视不理吗？当然不会。解放军必然要进行相应的准备，至于怎么准备，这是机密，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也不去猜测。但是我们可以对美国陆军的这些想法可行不可行我们要进行一些评判分析。首先，菲律宾和越南不太可能会允许美军部署这一类的导弹在他们的国土上，他们很清楚与中国开战的后果，尤其是越南与中国有着陆地边界，如果允许美军部署针对中国的导弹的话，难道不怕被从陆地上推平吗？从政治的角度看，越南和菲律宾都不太可能全面倒向美国。目前有可能部署这些导弹的地方主要就是台湾和日本。其次跳岛作战就无法被追踪吗？
美国这几大军种都梦想着未来在对华行动中进行跳岛作战，但是日本和台湾能够部署导弹的岛屿毕竟是守得过来的，我们的东风快递可以挨个的按时发送啊，并且我空军和海军的空中打击力量也能够直接牵出攻击，这些岛屿都在我军远程作战飞机的攻击范围内，跑不掉的。总之2023年之后，在围绕中国周边部署进攻性武器的问题将成为中国外交和军事斗争的重点。美国不会放弃他们的妄想，我们当然也不会无所作为。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